学堂君玉，请赐教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你说他能搞定吗？不知道。比起这个，东君，你可有听过学堂里有这么一号人？学堂偌大，除了师傅以外，还有很多教习，徒子徒孙遍布天下，我也未能一一识得。不过这个人，倒是很有趣。你看清了吗？这个无作事比以前更厉害了，像是凭空出现一样，摸不清门路。看到你了，上面。诸葛一族的奇门遁甲，我曾有幸见过正儿八经的。不过说实话，像你们北阙的这一旁支，的确是不入流。哎，别躲了，下面挺闷的。莫流啊！我心有浩然气，手是君子拳。奇门遁甲，何处奇何处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说过我叫君玉。诸葛无成，你还真是如你的名字一般一事无成。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哼！我和诸葛青山喝过酒，和诸葛柳花下过棋，走过诸葛洛的八卦阵，睡过诸葛云真正的鎏金床。你说我为何会知道你的名字？小师弟，现在我想使用一套剑法，可手上空空如也，缺了一柄好剑啊！什么？小师弟？你入门的时候难道没有拜过我的画像吗？倒是没有。这个老混蛋师傅竟然忘了。啊，算了，不和他计较了。我就是你们这一代的学堂大师兄。大师兄？你没搞错吧？不信，打过你就信了。不过这倒是师傅留下来的规矩。剑为何名？名剑山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剑不染尘，名字妙哉，配我的剑法。敢问师兄剑法为何名？君子剑。还真是位妙人。是啊，我们学堂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哦，臭屁！自在，天下无双。
君子有9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。血，血，血！这是血魔功，北阙禁术。仵作使居然偷偷练了这个邪功。来呀，杀了我！这就是你的君子剑，太慢了。君子之仪，着实贵雅。邪人握剑，何不染尘？君子怒则诸侯惧，君子隐则天下安。你呀，着实惹怒了一个君子。去死吧！我是学堂大师兄，是这天下间最接近先生的人。仵作使死了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胸有如此豪情万丈，文笔却又如此秀美如画？师傅啊，我真想去会一会你这位诗仙朋友啊。可惜呀，倒是有几分能耐，只可惜下不住我。哎呀，许久没有出手了，可我的剑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冠绝天下。大师兄，你要去哪儿？师傅让我来帮你一程，剩下的路你还是自己走吧。这茫茫人海，还有许多姑娘没有见过我，我得去见她们。此行无终点，他日难相见。宝贝，珍重。师兄不是要往北行吗？那千里荒原，万里冰川，不看了吗？等等我，咱们还是同行吧。哎，我说，你们此行一路往北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方才师伯遇到了我的妹妹，我们就是追他们而来的。他们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原来如此啊！刚才那辆马车中有一个人的气息非常微弱，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一样。
哎呀，若是刚才我能拦住那辆马车，是不是此行就可提前结束了？是的。哎呀，悔之悔之啊！师兄，你说马车里的人气息很微弱。是啊，与其说是虚弱，倒不如说是快死了。他们不会让叶鼎之死的。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们在带走叶鼎之的时候，把他打成了重伤。虽然我与云哥多年未见，但他的功力绝不可能在我之下，想把他打成重伤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所以便有可能是第2种。东君，你还记得我们北阙寻找天生五脉之事吗？而叶鼎之就是另一个天生五脉。你是说，云哥已经练了虚念功？可这和虚弱有什么关系？自行修炼自然不会虚弱，怕是叶鼎之被人强行渡功了。强行渡功？北阙魂关中非离，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，实则是个武疯子。他以凡体之躯强行修炼了3重虚念功，若是他将这些功力注入到叶鼎之体内，叶鼎之只需在经脉承受极限内，对这3重功力进行锻打，他便能获得非离所修的3重虚念功。奇哉妙哉呀！天下竟有此等可以渡功的武功。瑶儿，此行到天外天还需多久？日夜兼程17日左右。师兄，拜托你一件事情，接下来的路怕是交由你来赶车了。我继续修炼着虚念功，虽然云哥的3重功力是白给的，但我也绝不能输给他。他练到第3重，那我也要入第3重。包在我身上。姑娘稍等，我这就回去禀报副都头，他一定会带着小殿下尽快赶到这里的。多谢。上次从天启城带走景玉王妃的也是他。看起来很普通啊。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人，却是天外天的破关。他很厉害吗？北阙移民，甚至连我们白小堂都很难探到他的消息。你说他们为什么会对景玉王妃感兴趣，还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她送走，然后又将她送回来？你想管这事儿？我在想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会不会管？会。那我就不得不管了。可你现在是天启城的朱雀使。在这座无趣的城市里待太久了，早就不想当什么朱雀使了。想走了？可你若是走了，弹琴的姑娘该怎么办？他应当是不喜欢我了吧？她若是不喜欢你，又怎么会天天等着你去听琴呢？哎呀，可能啊，因为我长得像他那位故人。他怎么来了？父亲，你走了就不该回来，无论什么原因。
父亲，你为何就不肯放过女儿呢？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侍奉萧氏皇族，在暗处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当时不走，你甚至有机会可以成为皇后。可是她不想成为皇后啊。朱雀氏，易宗主，麻烦。你为什么让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？我不想管。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将军，这种男情女爱的事儿，能不能别来烦我？我走了，当我没来过，也当我不知道。雷将军，方才易卜来过，那就让他们自个儿解决去吧。然后司空长风就进去了。以影宗和天启四守护的关系，若是真打起来，可就很难收场了。又来。天启城有了影宗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四守护，很显然，其中必定是多余一个。你不应该来管我的闲事，因为只要让我抓住机会，我就会杀了你。哼，这位啊，易姑娘，在下司空长风，是百里东军的师弟。你我二人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可当年我却为了你，差点死在了天启。叶鼎之呢，算是我半个朋友吧。倘若我今天袖手旁观的话，我那位小师兄啊，一定会跟我绝交的。你我虽素未谋面，你已经为我拼过一次命了，就不必再拼第二次了。这次可不一样了，这次我不是拼命，因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谁都打不过的少年郎了。影宗自开国之时便奉命守卫皇族，守卫北离之主。虽说帮助陛下夺取帝位的也是我们，可我们终究是琅琊王的人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既然不是自己人，那就总是有理由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二者只能选一个，我们那位皇帝陛下会选谁？雷将军，现在动身去拦，还来得及。我要真动手，这事儿就没法收场了。那你准备如何？哼，司空长风，走！终于见到了朱雀氏的惊龙鞭，果然厉害。是你老了。是我老了吗？与其说你老了，不如说你不再愿意相信自己的剑，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比如权力。但是你的徒弟洛清扬就没有了，因为他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剑。或许吧，但是我没有退路了。冥顽不灵。真是一柄好枪啊！师傅说过，这小子以后是可以做枪仙的人。又有人来了。宫里的马车。雷将军，你可真是深藏功与名啊！哼，过奖了。
大剑来的可真是赶巧啊！堂堂朱雀使，与影宗宗主当街斗殴，怕是有失我北离颜面。就你废话多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宣妃娘娘，陛下遣奴才护送娘娘回宫。宣妃，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恭迎娘娘回宫。素闻你是和洛清扬比肩的大内高手。洛清扬那老家伙呀，任凭我嘴巴说烂也不愿意拔剑。那今日，就你来和我过过招。还请朱雀使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哎，可别，我可不是什么朱雀使，我呀，就是个江湖浪客。易姑娘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今日就别想有人把你从这里带走。真打起来怎么办？大不了让老七来收拾场面吧。娘娘，司空公子之恩，一文君没齿难忘。易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我被困在这座牢笼里太久了，我很清楚他有多么厉害。我能侥幸飞出去一次，但这一次，我知道是决然逃不出去了。司空公子，到此为止吧。你们为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人生在世，要的不是足够，是不后悔。走吧。恭迎宣妃娘娘起驾回宫。没意思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。他要是点头了，恐怕连你都没有办法安全的离开天启城。方才易姑娘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她说：“走吧。”那便走吧。真的要走？是啊，我又不属于这里。真不去道个别？哎，不去了。可你不是说过吗？人生在世，要的就是不后悔。
谁说我会后悔？毕竟我们还那么年轻，天下又那么大，谁能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啊？可你说你自小流浪，没有上过一天学，可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却这么有诗意？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穷酸秀才，他呀，就很爱说这些酸话。那这个秀才一定很有趣，让你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忘记。是啊，他叫君玉，他跟我说过，他以后一定要闯荡天下，绝对不会错过那位痴痴等他的姑娘。马夫，酒好了，谢谢。兄台，以后就多多指教了。起来！司空长风，君玉，这缘分有趣。他走了？真走了？不来这里道个别？不来，一直走到了城门口，连头也不曾回一个。司空长风，你混蛋！爹爹，你醒了。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天外天。什么？不然你想去哪儿？自然是天启。就你这身子还想去天启？若不是我们救下你，你早就被魔气吞噬而身亡了。魔气？你在姑苏城过得太逍遥了，却不知道逸文君那夫君景玉王早就当了皇帝。他要是回去就是新的皇妃。我知道你想去找他，可是你现在去就是去送死。你感受一下你的内海。这是。之前你走火入魔，无法压制，后来我强行将我体内的3重虚念功渡给了你，这才给你救回了一条命。现在你体内有我那3重的虚念功了。这门功法竟可以直接传功？没错，我不是天生五脉，所以这只是普通人修到的虚念功第3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有天生五脉，若是修炼，远不止此。你们为何一定让我修炼这门功法？北离护国高手无数，光李先生一个人独守国门，我们北阙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习得虚念功，带领我们攻破这道国门。你们想借我的手摧毁北离？我说了，那是你之前的想法，现在呢？传说魔仙剑
是100年前一位剑仙向魔神献祭换来的剑法，也挺值。与其向魔神借力，为何不自己成魔？若你能修得此虚念功，这小小的魔仙剑又算得了什么？届时天启城没有人能拦得住你，哪怕李长生亲自出手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你的家仇可以报，你的妻子会回来，过去所有的苦难都不会重现。北离待你如此，这世道待你如此，难道你还要做这种无谓的坚持吗？景誉王继位之后，派了很多高手在外寻你们。就算那日没有找到易文君，那明日呢？后日呢？他可能曾经真的很想与你一起过向往的生活，可你也要为他想想。他跟着你只能颠沛流离，那是他想要的吗？是你儿子想要的吗？去狼岳福地找我父亲，只有他能传授你剩下的功法。好，多久能到？小1个月吧。这。东居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你方才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到什么了？感觉我仿佛跌落了一个无穷的深渊里，没有尽头，就一直下落，下落。有时好像烈焰地狱般灼热，有时又好像坠入万丈深渊般寒冷。除了绝望，什么也感受不到。在梦中有个同路人，后来有个人拉了我一把，可他却在我的手上划了一刀，却被我自己挣脱开了。他是谁？我最好的兄弟，百里东君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哈哈哈哈！当然了，小师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北之地了。来，哎，师兄，快把帘子拉上！你这是要冻死师弟啊！哦哦。是。你刚才运功时，真气澎湃，
我怕你体内真气散不出来，也就没给你披上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瑶儿，那你岂不是要动刀了？我们一起盖吧。小师弟，你可真不害臊啊！东君，你训练功练到第几重了？你说过，一重功一层楼，每层都是重重阻碍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恰好登到了第3层，不多不少，训练功第3重。这就是天外天。魂官，你先带孩子进去，用内力给孩子御寒。我和叶鼎之直接去狼月府邸找父亲。为何不能一起？虽说是福地，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。那边是比这还要可怕的一片冰原，再神勇的马也会望而却步。我们只能徒步前行。恩师，你先跟着叔叔去暖和一点的房间里，爹爹随后就到。爹爹小心。放心吧，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阿娘还在等着我们。无相尊使，这位就是你们天外天如今的掌事人吗？吾相在此恭候叶公子的到来已经许久了。在下叶鼎之。尊使，外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孩子也请照顾一二。去往狼月府邸途中不乏危险，请二位务必小心。多谢。尊使，你带孩子先回去，我在这里还要等几位朋友。尊使，你要亲自出战吗？暗使传信回来了，仵作已经被他们杀了。我若不战，天外天还有人能拦住他们吗？飞离，去吧。很快，属于我们的天下就要到来了。就要到了，他们必是直接去了狼月府邸。
那里马车无法行进，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要下车徒步过去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小师弟，不是师兄我想停啊。喏，前边有个拦路的。长公主，又见面了。上次未能同你说的话，如今一并说了吧。尊使为了自己的权利，欲我去使如今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的天外天百姓为你卖命，你夜里心安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才是让北阙走向真正的覆灭。长公主，错了。吴相这一生，从未对权力有过执念。只是我们的百姓原本就应该生活在那片温暖富饶的土地上，而不是这片贫瘠苦寒之地。但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，如果放不下，只会败得更惨。与其让战火重燃，不如在新的家园获得重生。败，等国主出关重临北离，到那时这世上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存在。长公主，难道希望自己的父亲一直沉睡吗？如果他的醒来会带领北阙走往覆灭，那么是的。唉，又是一个入了邪道之人，只不过这个家伙要难对付得多了。为何？那个吴作使入了邪道，只不过是徒有其表，不堪一击。而这个相使，他连心都入了邪道啊！他的心坚若磐石，他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道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难缠，因为他有信仰，而信仰往往能够驱使出更强大的力量来。既然你能站起来，还要轮椅作甚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20年没有站起来过了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能让吴相使这样拼死相拦，叶鼎之他们一定是已经前往了岳府地了。小师弟，恐怕这最后一段路，也得由你自己去走了。临走前，师兄送你4个字：不要后悔。师兄赠言，东君记下了。这一路，多谢。你就是杀死吴作的人吧？也是接下来要杀死你的人。这么寒的风，你使用青龙力，强行使自己一双残废的双腿站起来，这可不是什么好选择。不是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。有些人虽然讨厌，但却值得敬佩。你是个值得敬佩的对手，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。谬赞了。那么我与先生2人就在这里分出生死吧。
这片冰原，没有人能走得出去，它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。狼月福地已经是我们能走到的极限了。在这里，但凡停下了一刻，身体里的血液都会被冻住。你们宗主为何要选择在这样的地方苦修？父亲说，在这样的地方修炼，才能让他时时刻刻记得亡国的痛苦。你父亲的执念可真是够深的。这门怕是有千斤重，光凭蛮力可打不开。父亲为防我们打扰，在门上下了禁制，除了天生五脉之人，以虚念宫之力注入，不然石门无法从外面打开。原来如此。里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要来，他不打开门出来，可你们却真的很想见他。我是不是就是那把钥匙？罢了，都走到这儿了。有什么可怕的？这虚念功，我是练定了。